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另外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钳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一场救援的行动堪比电影，不过要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惊人。我们来看看是 F-15E 的飞官，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他被伊朗打下来了之后呢，美国出动了很多的资源去救，可是我们看到呢，知名的美国媒体人说这是天价。他还说其实这个行动算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光是飞机就让美国损失高达3.86亿美元哦。你看它折损了多少的飞机，包括 F-15E 这个战斗机被打下来了嘛，大概就是1亿美元。那另外 A10的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大概是1880万美元。还有去援救的 C-130这个运输机2架结果是美军自己把它摧毁的，因为它飞不起来嘛，他们怕落入伊朗的手上所以总损失大概也要2亿美元。另外还有小鸟直升机 MH6 也被毁了，大概是750万美元。还有 MQ9 死神无人机至少有1到2架也被销毁了。所以这样加起来，哇，这个代价很大耶，将近4亿美元呢。那外界也在说，为什么美军要把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的运输机啊，还有这些直升机给毁掉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这个地方那个道路不适合重型的飞机起飞。那满载的 MC-130运输机在飞行的时候呢停止之后，可能因为地面太过松软，它没有办法移动，所以干脆美军就立刻下判断，把它给毁了不要落入伊朗的手中。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这里呢也公布了一些照片他们说这些飞机是被击落的，是参与来救援行动的美国的军机包括他们还说了一件事情，这是来自于伊朗的媒体的说法。他说有多名美军的士兵在营救行动中死亡，而美军还试图把这些尸体给毁坏把它给毁坏。那这是来自于伊朗媒体的说法美军到目前为止没有证实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美军的大阵仗的救援，透过这个画面，这一幅地图，大家来看看 F-15E 战斗机坠毁的地方是在这里山区嘛。那飞行员他徒步走了2公里，藏在这个山壁里头然后就把他身上的飞行器这些发射器给关起来那美军锁定了这个目标之后，他们去援救他。援救了之后呢，不晓得为什么飞机就你看到的这个C-130啊这个运输机啊，他们没有办法，它卡住了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黑鹰直升机，所以它没有办法起飞，于是美军自己下令把它给销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时这一位飞官失联的飞官只有1把手枪防身，另外还要配有信号灯，还有安全通讯设备。不过因为担心被伊朗追踪，所以他把信号灯给熄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一度他甚至爬到了海拔7000英尺高的山脊线，美军攻击机向伊朗的车队投掷炸弹，还有开火，避免伊朗部队靠近失联的飞官附近的区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好像电影的场景，其实真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惊悚。我想未来一定会有电影把它给翻拍到大荧幕上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救援任务最大的转折可能是飞官获救之后，原本应该载送飞官以及所有突击队员安全撤离的2架运输机被困了之后无法起飞，于是美军再派出3架军机撤离所有部队以及飞官而且把这2架没有办法运作的运输机给炸毁，以免落入伊朗的手中。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后撤的时候，撤退的时候，他们是在空中炸出这几个大洞，因为担心伊朗的军队过来你可以看到每个坑洞直径大概是9公尺，沿着道路平均分布，这个尺寸就是刚好可以破坏这个路面，所以伊朗这个追兵没有办法过来，生死一线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美军低空逃离伊朗的时候呢，敌军逼近，伊朗的这个后援的部队来了，差一步就把美军给全灭了。观众朋友，你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当伊朗方面的人员抵达之后呢，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还处于低空飞行的状况，那时候在爬升所以伊朗的人员呢，他手上的设备可能
也不够哦，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飞机给打下来，把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不过当然哦，这个飞官被成功的救援了出来之后，川普他龙心大悦，他把它当作大内宣、大外宣哦，他这个宣传了一波哦。可是我们看到 BBC 等外媒分析说，川普啊，他心底明白这一场战争正大幅的拖累他的支持度，还有对战况报喜不报忧这件事啊，他还不断的在这个宣传，可能最后他很困难，因为这些可能拖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请教将军，我认为他这一个去抢救美国大兵哦，付出的代价很高，但是他整个行动的过程来看，还是算相当完整。你要看，他把自己的131洞也炸掉，他不要让他做俘获，而且他要很快的做决定，对不对？对，而且这方面的最重要，我认为他后面还有接续的兵力，去应援。看到的第一个精准定位，飞行员他已经不在现场了，他已经逃离现场，因为伊朗的军队一定会到现场去捕捉，他已经逃脱到另外一地，美军就精准定位他在哪个地方，对，不是在原地，这个精准定位很重要。你看他还跑到三零线，因为我们知道到30线的时候啊，你的无线电就没有遮蔽了，你在山谷里面无线电你发不出去，因为有死角。他知道30线。第二个，30线在做垂挂在救的时候方便，因为它是空旷的，他不要到山谷里面去，所以他这一个精准定位帮了他。第二个，美国的空优兵力，你看美国派那么多的飞机去救他，或者是大兵力。那大兵力的时候，美国也想到了要做战场主角，这个伊朗的军队一定会地面过来，不是空中过来。那地面过来要炸毁道路，然后车辆没办法动，你如果靠步兵来运行，那就慢了。他就把整个重要的道路炸掉。在这个作战计划中讲，这个道路要几个架的切掉之后，它地面运动的部队就没办法到达，那这个时候救援行动才可以顺遂的进行。所以你要看这个战场主角，美军有做得很好啊，不然伊朗军队他会集结，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伊朗军队的驻地，所以他要从其他地方过来抓这一个美国跳伞的这一位武器系统官，是这样啊。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他撤退是很困难，你要去营救他，但你怎么撤退？你看他2炸131洞哦，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沙漠地，你一中剩下去，你要起飞，你连滑动都滑动不了，你就不会有速度，没有速度，飞机就没有升力。那你刚这走不了，应援兵力来了，我应援兵力把131洞的正副驾驶还有里面的突击兵把他载走，这个时候要去救他们的人载走，因为131洞不能走了。那这时候要应援的兵力要到达，他应援兵力到了，你看他有想到一定要应援兵力，没有应援兵力，万一131洞出事情回不来，那就变成孤军奋斗哦。那这伊朗军队一下来之后，那不是完蛋了？所以应援的兵力到达，有没有？到达完毕之后，把人救走之后，飞机炸掉。可是将军，因为他这个伊朗，他们讲说他们有一些美军死亡，他们想要把尸体给毁掉，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尸体毁不掉，你怎么毁？你烧毁了还是有 DNA 啊？是不是？所以他认为现在各说各话，但是会不会说全部都是那个阵亡的？那如果阵亡，那一定会有人，我们知道人证在那个地方的嘛。我认为这样现在会做进一步的，不管怎么讲，我认为他最起码把这一位飞行员救回去，这个就不简单了。他当然发的代价非常高，但是对美军来看，哪怕是一个飞行员落到敌境了，他们都费了九牛二虎、雷霆万钧之力，都要把他救回来。那下次大家都很勇敢，因为什么？只要身陷敌营，大家都会去救他。这是美军的一个精神。我们看他整个过程，所以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这可能将来要拍成电影。对啊，你刚才有说啊，我是认为将来就是会拍成电影啊。这种啊，飞行员的逃避淘汰也很灵光，马上先由甲地移开到乙地。所以我们看，只要是营救计划，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没办法撤出来之后怎么办？那想到应援兵力了，是应援兵力什么时候过去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跑道，没有机场，一定要直升机过去。是，那直升机过去应援，把它接走，飞机就不要了。因为上次在40多年前的营救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飞机还擦撞，在沙漠中也走不了。后来那些营救美国大使馆的人质事件，那是失败的。那时候卡特当总统，我们知道，皇家营救计划，它整个这个作战行动是很复杂的，不能有一时出错。是卫星定位要非常的精准。那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美国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看出，伊朗在这方面应变快不快？其实伊朗应变也不错，因为伊朗的应变
让美国付出了代价。是，那美国付出了代价，美国达成了任务。所以你看，双方你认为伊朗有输吗？我认为伊朗没有输啊，他让美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下一次如果类似的状况，美国还要大举用兵，美国还会有后续被伊朗击落的战机，一定会有。那是不是还要再去做营救？对，那下一次营救，我们讲的战胜不负，伊朗他可能也会检讨这一次，并没有抓到这一个俘虏。那下一次他怎么去应变，怎么样去调动？因为美军经常的这个轰炸航路，空中的这个轰炸航路，伊朗也摸清楚了，他会在那个沿线上面也布局重兵，他会开始做研究。换句话说，下一次这个状况一发生，美国要去营救的困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了。换句话说，美国有这一次，那下一次怎么办？所以要不要大举做地面的用兵，还有对伊朗在做大举的轰炸，美国可能要调整战术。因为这一次美国已经被伊朗找到了一些猫腻、一些弱点，这个时候他要来做一些检讨。那在检讨当中，那是不是我们知道了，就增加了美军下一次轰炸任务的风险跟代价会更高？是，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营救的行动？不，因为这个飞机 F-15E 啊是全人的轰炸战斗机那距离伊斯法罕很近啊，所以很多人怀疑他是要炸那个浓缩铀。他的任务可能，所以一定会再来的啦。那伊朗这次搜寻比较慢，坦白讲也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了。这个如果是在越共，可能早就找到了。可是他可能比较没有经验，比如说伊朗的地面动员的能量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F-15E 是双座，对，飞行员跟武器系统官，对，实际上是这个人先找到。不是飞行员先找到的啊？不，飞行员先找到，对，武器系统官受重伤。所以后来美军还是回去把他救走了。是，这个难度就更高了。对，因为那个人已经受伤了那据了解是 CIA 故意放假消息所以已经救走了，然后让他们降低那个防卫心，没有再动员，降低戒心。事实上还没有救走。那 CIA 都在放假消息，那伊朗受骗了。所以我是觉得伊朗是比较没有经验的不然在伊朗中部那个山区，能够救出2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很厉害。你看出美国真的是特种部队是有训练有素了，当然，只可惜指挥官川普跟海格塞斯都很差，这样对。可是如果真的是交代任务，他们的专业是训练有素，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事情还不如是另外一件事啦，就是美国现在已经逐渐发现，在伊朗境内做空战，它被击落的几率在上升。那这个跟以前如入无人之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能意味着伊朗的防空体系在改善当中。那可能也包括他用那个红外线侦测，也开始抓到一些窍门了那还有人说，他开始启用了中国大陆红旗 9B 是远程的地对空飞弹所以美国事实上被击落的飞机是越来越多因为 F-15E 要击落也不容易 ，F-15E 是很贵的飞机对，最快的。而且最近被击落最多是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大概被击落10架。那空中加油机被击落，因为伊朗很大嘛，所以没有空中加油机，美国能够进来的那个战斗机能够自在的到处飞，难度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也因为缺少了飞机跟飞机之间的互相的照应所以被击落的机会也变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战况，就是以色列也承认，进入伊朗如果要做空战，尤其是在低空的时候，其实被击落的几率是上升。对，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刚刚那个美国人说花那么多钱救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蠢蛋这个如果真的被抓，那就是索马里第2黑鹰直升机被打下来。对，那伊朗让他上电视，在街上游行，美国整个士气就垮掉了。没错。所以我说这个不能用钱来估量了。对，川普是对的。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下死命令，
无论如何把人给救回来。对啊，而且人的确真的是被救回来了。是啊，这个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不过我觉得是下了死命令，就是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捞回来。对，所以这个不能用钱计算了。所以尽管花了这么多钱，可是这个任务算是非常成功哦。这个任务是成功。来，岳老师，这个任务虽然非常成功啊，但是我拥有4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 ，F-15英式战斗机是有名的快的嘛，有名的快居然被打下来，而且它是双座的嘛，对不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啊。那伊朗的话呢，这个川普不是讲说整个海空路都是赢麻了吗？对不对？那怎么那么厉害呢？怎么打得下最快的这个战斗机呢？我们不是军事专家，但我们针对逻辑来发问。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2架C-13洞，我说句良心话，C-13洞很大的，那怎么降下来的？要怎么飞起来？你原来计划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后来要临时要把它整个干掉，把它摧毁掉？大家都知道嘛，这上亿美元的这个运输机啊，这个要做这个决定啊，固然呢救人是很伟大，但是问题是你也有成本考量啊，为什么不顾一切成本？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伊朗这个消息啊，讲在破坏这2架C-13洞的飞机的过程当中啊，他这边讲说有没有美军死亡，他讲尸体，我记得非常清楚，1993年的时候，那个黑鹰直升机在索马利亚莫嘎迪雪的时候啊，美军被打下来的时候啊，那所有的那个索马利亚人都站在美军的肚皮上跳啊，对，那个真的是我亲眼，那时候我人在留学啊，看了吓了一跳啊，老美自己都吓了一跳啊。这个也有拍电影，对呀，这个也拍成电影，黑鹰计划是不是？对呀，就是黑鹰计划的电影，在那肚皮上，而且我们是真实的啊，真实的看啊。那我第4点，我请大家问一下，在人获救之前，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川普在干什么？川普大概有72个小时不敢出声哦，他也很紧张啊，然后出来以后大吹特吹啊，就说句良心话，花多少钱不重要，因为反正钱都是美国自己印出来的嘛。但是关键是，那个川普为什么在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不敢表示呢？因为他发觉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刚刚讲的几个问题，尤其是2架 C-13洞的那个运输机，那运输机被炸掉以后，里面的东西满满的一起被炸掉啊！是啊，那不开玩笑啊，那个东西是很机密的。为炸掉原因的话呢，它有什么东西怕伊朗得到？那里面有没有美军的尸体？目前得到的消息非常矛盾。说老美没有死人哦，完全没有死人。然后他们第一开始的话，甚至我自己还想问，一开始那个飞行员是怎么救走的啊？后来那个什么武器官，那个武器官是怎么样？当然大家都讲得非常悬疑啊。那一开始前面那个飞行员是怎么样带走的？那么容易啊，一下子一掉下来就走了。那接下来这个的话呢，就是展开了大概将近多少？大概有个30几个小时的营救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大家想一下，就是说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这么轻松啦，大家心里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所面对的压力是与日俱增的。其实我也不相信说什么伊朗突然就厉害了啊，没这回事，不可能突然厉害。那打成这个样子，打了35天了，你看什么？对，超过1个月哦，而且战事还在发展当中。我们看到伊朗是发动第97波的攻势哦，他们用了多枚的弹道飞弹，还有多架精确引导的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穆罕默德那附近的一个海军基地，说是造成美方25人伤亡。同样的，美国到现在其实并没有这个承认这件事情哦，到底有多少人伤亡哦？美方并没有说是25人伤亡。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包括阿联酋跟科威特的防空部队也击退了伊朗新一轮的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势。那我们看到伊朗的媒体是这样讲，他说有1枚炮弹击中位于伊拉克的美国领事馆。我们知道呢，伊拉克的这个大使馆其实前一阵子呢也受到很大的重击。那这一次是艾比尔美国重要的领事馆所在地我们看到这个机场呢也驻扎着隶属于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顾问，所以呢，伊朗也成功的精准的打击了这个地方。那另外伊朗以色列他有揭示一件事情，他说伊朗还有建造一个叫做光谱摄影的网络，它可以锁定美以的军机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可以打得这么精准对于伊朗来讲，那它在这个敌机常用或关键的航线部署这一类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波段的摄影机设备，一旦侦测到美国或是以色列的飞机部队就尝试予以击落所以是不是这个东西它发挥了作用呢？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统计一下美军的飞机的战损，
包括您看到的有4架 F-15的战机，还有1架 A-10的攻击机哦，这个都被击落，还有1架 F-35的战机，它是被损害哦，被这个打伤。那另外还有1架E-3的哨兵预警机遭到摧毁，也有一说是2架，还有2架的 KC-1352空中加油机坠毁，也有一说是到10架。那有17架的 MQ 无人机哦，死神无人机坠毁或是被击落。那当然哦，这些统计是根据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各方面的一个统计数据哦。那也有人认为还要更多。而川普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呢？他所谓的最后通牒啊，不断的在变，这个 deadline 不断的在变。现在他最后是告诉大家说，是美东时间4月7号晚上8点哦，这是最后通牒。如果你把赫姆兹海峡给这个打通哦，就是开放，我 OK 了。可是如果你还是持续封锁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可是距离他上一次讲的这个最后的 deadline 又延了24小时。所谓的美东时间4月7号晚上8点，大概是我们台湾时间4月8号的早上，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来看看川普有什么最新的礼拜三就对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回应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呢，他丢下最后通牒这件事情，伊朗怎么样回击他呢？他们是很讽刺的说：“哎呀，我们把钥匙给弄丢了，所以没有办法打开了哦。我们只对朋友开放哦。”这是伊朗还有一个戏谑式的一个很酸的回应。那另外呢，他们比较正式的说法是说：“你要全面赔偿我的损失，我才能帮你打通这个赫姆兹海峡哦。那否则哦，而且他说。”这个伊朗的国会议长说，川普已经把美国推向了人间炼狱哦。美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他说，美国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有建议一件事，他说我们干脆现在把伊朗的公路给炸烂、炸光哦，让伊朗难以运输飞弹还有无人机的制造材料。他现在已经有很多座大桥被炸了，那川普也说要把所有的桥给炸烂，如果把他们所有道路也给炸烂，那这个民生基础啊，各种的民生设施可能就会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有一个网站，Poly Market 这个算是一个有点像是赌博网站这样子。期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你可以押注哦，你可以押注说，有些人会赌，4月美军会不会进入伊朗？讲的应该是地面部队哦。4月中哦。4月5号的盘中哦，那时候大家看好度是61%，就是美国可能会出兵哦，会这个进入伊朗。结果呢，后来直接冲到99%，所以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大家的预测是不是美国这个地面部队出动，马上就是迫在眉睫了？来请教亮哥。不，因为他10天已经到期了啦，他又给人家延了啊。而且川普在复活节骂粗话。骂脏话而且我觉得已经有点给人家感觉就是束手无策啊。到后面又怕得罪阿拉，又说赞美给阿拉，在复活节 praise to the 阿拉已经慌了然后说你赶快给我 open 的 F， 就是这个开头的字，然后那个海峡嘛，对，赫姆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荒唐的状况了。川普现在好像把战略目标放在要强迫打开赫姆兹海峡嘛，可是大家不要忘了，2月28号开战之前，赫姆兹海峡是开放的。对啊，事实上是因为你去打伊朗，才使得伊朗把这个当筹码嘛。是，所以真正的源头是，你刚开始怎么讲，你自己都忘了。你说伊朗有核武啊，伊朗这个政权好战啊，等等啊，现在都不见了啊。现在变成是，那人家就，所以中国大陆就跳出来了。中国大陆毛宁在4月2号就公开呛川普说你美国不要忘了，2月28号之前，那个赫姆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油价只有65美元。对啊，现在是109。所以，然后你要说，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因为你去打伊朗，才导致今天这个后果。所以实际上应该要做的是，怎么样让这个战争停火嘛？这个才是根本解决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决定了，出来跟美国直接杠，因为他看到海湾国家还有欧洲国家有很多国家在转变立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再走下去，已经牵涉到中美在博弈了。那川普不要走到最后啊，这个不只是战争没打赢啊，而且国内民调也低，国际民调也低，因为盖洛普最近做了民调，美国在国际上的民调输给中国，31比36，这个就看到，我觉得美国现在很麻烦啊。第一个，你去打伊朗，没有跟盟友说嘛，所以盟友就觉得程序不正当。而且德国总统一开始就说这个违反国际法啊，包括那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啊，然后接下来呢，你又提不出一个可信的军事行动计划，连你的陆军参谋长都被干掉啊。我听说是海格赛斯在看那个陆军的影片啊，然后就在现场那边大叫，这个都有人泄露出来了。就是说他看到美军在炸自己的装备嘛，那海格在那边叫说再派陆军过去，那个陆军参谋长当场就跟他讲说，我反对，我们不能派陆军子弟去送死，结果他就被 fire 了。我觉得这也意味着陆军的实际指挥官开始觉得海格赛斯提的计划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了，因为我刚刚跟你讲，那个是在伊斯法罕的南部嘛，所以很可能就是龙所有的地方，可能他下的令就是要那些特种部队冲进去，把那个龙所有抢出来了。那他们认为这个是荒唐的计划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很麻烦了，就是川普跟海格赛斯两个外行领导内行，而且不同的意见，川普都听不到。那这样就真的不知道这个战争怎么进行下去了。我们只能够求自保了。比如说礼拜二啊，最好卖一点股票了，因为明天开盘嘛。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最后的结论，对，最后结论是这个，大家这个想一下了哈。来，将军。那现在伊朗它有这个红外线侦测系统，也就是红外线感测器。那对美军的这些飞机，因为伊朗的雷达是有限的，而且很大部分被炸毁了。但是红外线感测器可以侦到热源，热源在上面在移动。因为现在伊朗是禁航，因为它是作战地区。所以没有是民航机，那有热在跑，那就被红外线感测器抓到了。那抓到的时候，马上通报，一通报就几个重要的我们野战防空或者要点防空的防空飞弹、导弹，或者是短程的地对空飞弹，它就可以做应变，做在哪一个航路上，在重要的往返的航路上做一个埋伏，然后这样做狙杀。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它只要搭配的好，它还是会有战果。所以美军这些初级的战机是有风险的。那至于我认为川普他要不要地面战，我认为川普他要很审慎的考量，兵力够不够？如果地面兵力不够，那就会逐次投入，因为你没办法一步到位。那再逐次加码，这样子用兵对美国来看风险会比较大，所以他还要再考量。我认为现在美军的地面兵力调动不够，哪怕是空降师也好，31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也好，我认为数量都还不够。因为他的对象，他的目标是伊朗，那就不一样。伊朗是有战力，如果他对的是这个我们讲的也门的胡塞组织，或者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我认为还可以啊，这个比较小。但是伊朗够大，军力够多，动员的力量也大，那我认为这个就风险就会大了。第二个就是美国要考量会有哪些的风险跟代价，毕竟就地面战，它的伤亡就会比现在还没有进行的要多，因为地面战这种长程的火炮、火箭炮、榴炮、自走榴炮都会轰啊。那这一轰的话，在地面上不一样，因为这是在伊朗的境内作战，不是在美国本土。那在伊朗的地方，伊朗它可以可以布局，伊朗有战场经营，那换句话说，对美军未必会有利，这是美国所要面对的风险。那再来就是说，那如果要进行地面战的话，那美国是不是就要变成一个长期作战？短期间就没有办法结束伊朗战争？那川普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要继续打下去，玩久的，
你要玩久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快，没办法速战速决。地面战就没有办法速战速决了，因为什么？因为伊朗他一定会反扑，伊朗他一定会把美军的力量赶出伊朗的领土。那这样的话，战争是不是就有持久性了？最后一个，我认为美军要考量的是补给线，美军的弹药到底够不够？我认为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美军的弹药，地面上的弹药没有补给线太长，这个万里过来，这个补给线从大西洋监光万里，这种它能够多少的火力能够到位？如果火力没办法到位，它路上的兵力的火力单薄了，那这样子所能够摧毁伊朗地面的军队效果就会降低，那不是会陷入一种焦灼战？那本来的时候焦灼战不是变成消耗战的翻版？那美军在这方面还会不会获得优势？那就很难讲了，因为后继的火力，大军作战首重后勤啊，没有后勤就没办法发扬火力。那现在最重要，美军距离中东地区，尤其伊朗、波斯湾地区是稍微远了，它的空中的运输机运输量会不够，海上的运输、海军上的运输会慢，那你要考量到哪一个？所以变成火力的发扬是有问题的，还有结束的期程是长的，所以这是美军要去考量的。好，来请教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伊朗人真的蛮倒霉的啊，因为碰到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基本上就根本搞不清楚干什么，就是只会增加仇恨的。我觉得有好几个非常矛盾的点了，我在这边整体讲出来，让大家发觉说这个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是我真的有点同情啊。首先第一个，这个伊朗人现在搞清楚，哈梅内伊原来是最温和的，把他干掉，连这整个部队通通干掉，连那个谈判的人都没有的话呢，那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啊，这个穆贾塔巴他的儿子继任以后，就是要报国仇家恨，这是第一个矛盾。你本来的目的的话呢，就是要让不管你要干什么了，好，那你就总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那个川普讲，居然我在看到讲说又是什么大桥日啊，又什么电力日啊，又是什么淡水什么的海水淡化厂的日啊什么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一开始是48小时，然后又延5天，然后再延10天，那现在的情况下。那这个矛盾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光讲你做不做啊？那这个海格赛斯他就不得了了，他是完全以拍马屁的性质啊，他就海格赛斯讲话的时候，我看了个评论，大家讲说他是战争犯啊，他这边对的事情完全不考虑平民的损失啊。打仗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战争部的部长，你不能攻击平民，不能攻击学校，不能攻击医院，你不能攻击历史古迹。这个都是有规定的，咱现在连道路都不管你，都统统乱打。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也稍微有一点反对啊，大家就讲海格赛斯真的是外行，你知道吗？这个阵前换将，把他参谋长换掉，那这个还得了？而且用极其羞辱的方式叫人家马上退休，那你这个基本上的话呢，你懂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对于军人所要做的考量，不要轻易的起这种战端，你都完全没有。那么你这个川普本身用人就是非常矛盾。然后第三个我要问啊，现在搞到现在的话呢，美国对伊朗越打越狠，然后又要求要你自己意识到你已经输了，你要投降什么的。那伊朗就这一句话，那你要赔偿，我们有损失啊。我在这边讲真的是非常矛盾。2月28号以前的时候，这个荷姆斯海峡不但是通的，而且的话呢，整个世界上根本都没有事情。那你现在搞成这个结果以后呢，你要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伊朗突然发觉，荷姆斯海峡的封锁是可以赚钱的，每艘船200万美元开始起跳，用人民币计价。那这一切讲起来的话，那伊朗一旦得到这个甜头，那个油啊，原来伊朗的油是30-40块，销价再销价卖出去的，现在荷姆斯海峡一封锁，伊朗的一出去，原价100多美元一桶。那这个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又陷入了第3层的矛盾。那我这边很想问一下，那你美国现在要派地面部队，我说句良心话啊，因为刚刚已经讲到了，大家都非常乐意看到美国的地面部队进来。杀人诛心啊！你就开什么玩笑啊？目前为止聚集了5万人啊！刚刚我们将军讲，我看了估计，你起码100万人，你才100万人都不一定管用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所面对的情形啊，那个赌盘的人是不管你的啊，他希望你最好打起来啊。对啊，他们只是要赚钱而已嘛。那废话，谁管你这些东西呢？赌盘的话呢，如果说倒过来的话呢，那没人要赌了，大家这个热闹啊，就下一个盘就是看美国会不会垮啊，就这么简单。刚刚岳老师有特别提到战争法有约束哦，你不能炸医院，不能炸学校，
不能对平民来随便杀戮。可是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其实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在空袭伊朗的学校哦，他们的理由是说这里头有很多学生跟老师他们在制造武器或者是核子相关的设施。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谢里夫理工大学实施空袭，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学校已经被砸烂了哦。那据说有5名教授以及60多名大学生哦，在这一次的袭击哦，包括过去的这个大学的袭击里头已经丧生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还有2个地方是住宅区哦，平民死掉哦，因为这个是在德黑兰附近嘛哦，那2处住宅区被破坏，也是被空袭，所以你看到不断有平民老百姓死亡遇难的讯息出来。那伊朗我刚刚说了，对美以第96波的打击，那革命卫队哦，对以色列的战机提供燃料的海法炼油厂发动猛烈的袭击哦。那另外我们看到他也用导弹袭击阿联酋，由美国的艾克森美孚以及雪佛龙公司的天然气设备来进行破坏。另外，阿联酋的一个石化厂同样的也遭受到攻击。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我们看到过去都说哇非常严密，滴水不漏，可是现在呢不断的被攻破。最新的消息是，伊朗的飞弹击中了以色列海法，有10个人受伤。那以色列的媒体就说，现在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发射了多枚的拦截飞弹，可是最终没有办法拦截到伊朗的飞弹。那当然，我们看到呢，伊朗的军队还出动了无人机群哦，打击这个以色列南部哦，像是石化工厂啊，还有石油的制品储存的一个仓库哦。所以可以看到呢，它打击它的一些原料，打击它的石油的这个供应处哦。对于以色列南部能源供应哦，也一样啊，它也短缺啊，所以这是有战略的意义哦。那1周内第3次，我们看到伊朗成功的击中了以色列南部的尼奥特霍瓦夫的化学园区哦，所以你看到浓烟这个密布。那现在呢，这个战况非常的焦灼，可是以色列它的确啊还是在跟北方的黎巴嫩南部一样。他还在打哟。我们看到以色列重启对黎巴嫩的空袭，并且迫使叙利亚关闭边境的口岸。那黎巴嫩真的很倒霉，你看到呢，它的贝鲁特是首都，主要医院都被攻击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袭击。所以你看到当地的居民怎么讲？他说：“你们袭击一个完全的平民区，人都在家里，有老有少，这个就是你的军事意图吗？”所以他们当然很难接受啊。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舰，因为你要还击嘛，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当然就还击，于是他就打这个以色列的军舰哦。他们声称已经命中了以色列距离海岸6海里的这个船舰。那另外真主党也发布了一段新影片展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他们说这个隧道可以协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因为我们看到地面这个以色列已经用了坦克，用各种的设施在清除了一个缓冲区，可是他们 underground 他们往地底下发展说是这些隧道可以有一些军事上面的用途，可以向以色列继续发射火箭作为攻击。那现在最新报告显示，以色列在向伊朗跟黎巴嫩的战争中已经损失它耗资150亿美元。可是以色列应该很有钱吧？他还可以继续撑下去吧？来，请教亮哥。以色列、美国会给他钱呐。我跟你讲，以色列打黎巴嫩就把他比照拉加萨了，所以你看他用的手段都是最狠的啊。实际上他打黎南打3天就死了1000人，不像那个伊朗、以色列，他们还是比较精准的在打击啊。那确实美国这样乱选目标啊，比如说伊朗有好几个理工大学都被炸，对，你几乎可以预期了，伊朗一定是未来就是炸美国公司嘛，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明天开盘要小心，你最好要多卖一点股票。哎呦，好可怕！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公司很多都在阿联酋这一带，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啦，光是黄仁勋的辉达，在海湾国家就有3个中心了，就有3个中心，都比我们台北还大。我们台北才10亿美元，是他那边有的是100亿美元，哇，10倍了。然后比如说谷歌有8个，还有亚马逊，
都是数据中心嘛，所以伊朗也可以扩大解释啊，说这个提供算力支撑，对不对？不然美国的雷达啊，各种飞机的指挥怎么能够发生作用？所以他也把你当作军事资产。如果要这样玩啊，就没完没了了。所以阿联酋今天表态嘛，说他要参战，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炸得最凶，因为美国的公司就集中在阿联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这种搞法实际上没什么用啊，你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自己的目标被打，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所以你怎么可以去炸学校呢？你如果要这样定位，那以后两岸战争也可以炸台大吗？不可以啦，是可以用这种逻辑吗？不可以，对不对？哪有人这样搞的嘛？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这样定义啊，坦白讲，美国在海湾国家有很多是美国的大学直接设分校，是啊是啊，那你很可能也会被打。所以现在都放假啦，在家中上课。我觉得可能伊朗会直接打美国公司了。你看那个雪佛兰他们就被打了。对对。那接下来可能就是科技公司啊。所以我说，你手上有股票，你最好小心一点。亮哥今天发出第3次的呼吁了。不是因为我觉得逻辑就是这样打嘛，不然伊朗要打哪里？伊朗打海湾国家的老百姓意义不大嘛。那打以色列，通常那个都是1对1的对应的。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是。那现在他是被美国打嘛，所以他还要有一个对应的目标啊。以前是打美军基地嘛，现在可能就打商业打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美国在巴林有海军基地嘛，最大的。对。那它有一个连外道路。那那个连外道路也被炸了。那巴林的老百姓就觉得很不方便啊。可是因为你炸我的空中大桥啊，对呀，所以我就炸你的连外道路啊。而且赫格塞斯说还要把所有伊朗的公路都炸烂。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战争部长这么笨的，你这个会被人家告啊。对啊，你就违反战争法，还公开讲出来，而且还大喇喇的讲出来，真的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他就完。好，我们请教将军怎么看现在这场战争的进度？我倒认为现在因为伊朗的报复，他用集束炸弹，所以造成以色列重大的战损。你看他的集束炸弹，它在空中就整个炸开散开。那一般的导弹呢，它是一个重点的攻击，但是集束弹一散开的时候是面的摧毁。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以色列的海法怎么损失的比较严重？因为它集束弹整个一散开之后，整个就是个面呐，你怎么要去拦？你这个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没办法拦那么多集束炸弹这也是以色列这个技穷的地方啊。那你现在大概现在有这个 GPS 了，有北斗定位了，双重定位再加上惯性导航，所以它精准度蛮高的嘞，3重定位。第二个，现在它从这个太空过来的，因为它地对地导弹，一过来的时候呢，一直在加速，速度快，那铁穹啊，或者是大卫投手，可能一面不及，你这个速度太快没办法锁，而且有些雷达站已经被伊朗摧毁了，所以以色列的预警的时间也蛮短暂的。那一军短，然后速度又快，那造成伊朗的这个地对地的导弹呢，穿透力就成功，穿透力的几率就高了，所以是造成以色列这方面的战术。那我认为啊，战争如果这样下去了，变成报复战，因为以色列去打伊朗的大学，伊朗也会打以色列大学啊，或美国的大学啊，那变成报复战了。那个报复战都是两败俱伤。所以以色列或美国想要占便宜，没那么简单，因为报复战进去了，而且啊，这种伊朗的不对称作战啊，会让成不对称的报复。为什么？美国去炸伊朗都是炸的都是一般的，你伊朗也没有什么这个高楼大厦或者比较这种高价的目标，但是伊朗一还击啊，它的清单啊、优序啊都出来了，都是蛮高价的，都是3高。第一个，它的价格高。你这样的话，刚才亮哥有讲到，像那个我们所讲的 NVIDIA， 它那个投资的在那个地方都是高价，都是投资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元的，都高价。但你是炸伊朗炸什么？你就炸那些一般的而已啊。第二个，它炸的都是伊朗选择的是高科技的，为什么炸 Google？ 为什么炸 NVIDIA？ 为什么炸 Intel？ 都是高科技的，因为这个本小效高，
所以伊朗你看看，那这样子伊朗的不对称作战、不对称的报复，那造成那个以色列或美国损失的代价会比伊朗高得多。所以这样玩下去的时候，你说美国赢了吗？但是你出的代价太大了。你看美国的战备，还包括以色列的战备太多了。那第三个，伊朗所攻击的是美国高投资的。你说美国高投资的，还伊朗就去选择炸，因为多，伊朗好选。好炸是这样子，如果少的话，清单就要少，还不知道怎么样从何下手；多的话，反正是清单一列列出来。所以伊朗的这方面的选择会比较多元，比较好下手。那美国可能跟以色列要去绞尽脑汁，不知道攻哪些嘞，都不是那么贵重，都不在战略的价值都不是那么高。那这样报复下去的话，美国跟以色列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是，所以我们讲过了，两败俱伤，但是问题代价太高。所以美国跟以色列在战略上要做评估调整。以色列目前已经耗资了150亿美元。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对于中东战火，大家可能只关注伊朗跟以色列，可是忘了有一个国家被打得很惨，就是黎巴嫩。来，请教老师，黎巴嫩为什么会打得这么惨呢？我告诉大家，黎巴嫩有个党叫真主党。真主党的话，其实就是巴勒斯坦的游击队里面所成立的。但是真主党在黎巴嫩的话呢，是合法的政党，有选票，基本上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就是以色列的北部。真主党里面基本上他们是完全受到伊朗支持，他们也支持伊朗。而且前一阵子的话呢，我听那个消息啊，以色列纳坦雅胡还讲说，真主党基本上被他扫平了。真主党地下很重要的战功啊，是以色列唯一啊建国以来跟人家签了和平协议啊，就跟真主党打过平手。我看啊，大概就是在这个。前不久几年前吧，大概这个有真主党有这个记录，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战争组织。但是以色列这次杀狠了，以色列杀狠的话呢，就是他直接就把他连根拔起。那个黎巴嫩首都叫贝鲁特，贝鲁特他就炸医院。刚刚才强调过，医院是不能炸的，里面有很多人光是听到声音就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炸学校。然后呢，就炸了个贫民区。我觉得这3点的，以色列要这样子搞法的话呢，以色列不怕花钱的。大家搞，从2023年的10月7号阿克萨洪水事件，巴以之间冲突到现在，以色列不晓得花多少钱了，根本就无法计算。但是以色列的钱基本上，我觉得以色列的钱库跟美国钱库好像是互通的，美国有钱，以色列就有钱详细的原因我们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没钱嘛。但是我们会了解一件事情，我这边跟大家强调啊，刚刚这个我们前面这个亮哥跟我们将军都在强调说，美国的重要的科技公司都会被炸，对不对？但是请大家注意啊，以色列炸这个伊朗的大学以后呢，伊朗呢就要开始瞄准美国在中东设的大学。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亮哥的母校耶鲁大学啊、哈佛大学啊，因为中东的王子没有我们当年那么辛苦跑到美国去留学啊，对不对？中东王子的话呢，哎呀也是不能吃猪肉，啥都不行的话呢，他不要留学，又要有美国的大学，所以美国在中东设的好大学基本上全有，这都是伊朗的目标。所以说你甚至于我跟你讲美国设立在中东的医院都是好医院，这个也都是伊朗的目标。所以说你更不要讲说是其他的什么贫民区那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科技公司所有美国的财产，通通都是打击对象。这样子一下来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到